到底什么目的？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少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！千万不要啊！我们没什么目的啊，我们。少爷，我数3下。别！3，别！我们什么都没有。2，少爷， 1。其实你是我的未婚夫。阿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祖宗！你爷爷讲祖宗故事的时候，说他入赘咱家之前还有过婚约。他倒是没说，但我妈爱看那些言情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？那种冷酷霸总必有一个神秘未婚妻，这是标配啊！我承认我有毒的成分。完了，这全完了。先别急，看祖宗这表情，阿姐别是蒙对了吧？你说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可有证据？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青阳崔澈。这林少隐啊，原名崔澈，青阳县人。8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犯了死罪，崔家全都被灭族了，只有他侥幸被人救下，改名更籍，活了下来。说下去。崔家获罪族灭，林少隐是改了姓名，换了户籍，才得平安。可与我曾定下姻亲的人家，并不姓氏。我们是指腹为婚，崔家出事时，少隐不过8岁，记错我家姓氏也不奇怪啊。可怜你少时便失了家人，许多事都记不真切了吧？但请少隐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我们生意人呢，最是好歹，而且咱们未婚夫妻一场，也算亲戚啊。既是未婚，如何算亲戚？那你别管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你的事我们绝不会向外透露任何一个字。你自己想想，我们是姻亲啊，那害了你，我们不也得连坐吗？是。来，先前少隐问我们有何目的，确实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少隐能够做主，让我们住进云水院。诸位是想借着某进云水院落脚？啊，那说一声便是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？那少隐的意思就是说，绝无可能。其实我也想到过这个答案。堂堂京兆少隐吃了别人的霸王餐，却不允许别人吃他的霸王餐。既然如此，为了有个容身之所，我只能用非常法了。裴郎君，你起来为我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始乱终弃啊！裴郎君，你为我说说话呀！林少隐他生我发财，他生老婆呀！哎，郎君，你找死吧！你碰我嘴巴了！我们现在不仅有了夫妻之名，还有了肌肤之亲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你要是不让我们住进云水院，我就上大街上哭你始乱终弃。我数到3，1、2、3。哎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……我答应了。林少隐大恩大德，不与我这奸商一般计较，我实在感激。你是君子，最重承诺，
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悔的。我也向你保证，我绝不会向其他人吐露我知道的一切。我们的关系，这世上不会有第三个人，不会有第8个人知道。大事当前，这家人实在蹊跷，且带他们回去，探清底细。哎呦，这个云水院跟现代的沈氏故居是不大一样啊。是不一样。我们真的能免费住在这儿就吗？怕这少爷他不要钱，他要命啊！哎呀，你别瞎说，吓着洋洋。来来了。少爷，少爷，诸位暂居于云水院，旁人总会非议。虽则崔家与沈家定过亲，但毕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实不知有何名分可同屋而居。不是少爷，你不会又反悔了吧？这我们一家子行李都搬过来了。不会吧？是啊，我这还得扛回去啊！哎呀，某只是担心，若连个合适的名分也无，届时同僚察觉，谈何某私德有亏，某与沈娘子该如何自处？少爷啊，我在一本书中看过，亲戚之间救急，未婚男女也可同住的。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长辈在呢。商隐呢就对外说，沈家与林家是表亲，沈家遭难，长辈携家投靠。对呀，对，亲戚，这都是亲戚。哎，也好，勉强抵一阵吧。哎呦，谢少爷，谢少爷。这家伙明明就是故意引导我们提出以表亲名义相处，还让我们觉得给他添麻烦了李逵。不愧是老祖宗，也有奸商的基因。少隐勉为其难的收容我们呢，我们也是明白事理的。自古以来最年轻的京兆少爷，那可不能有我这样的乡下来的未婚妻哈。称表亲是再好不过了，规矩我懂，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就是我知道你不想跟我成婚。沈娘子还真不似寻常小娘子，失了婚，却不见悲戚之色。没有啊，哎呀，我只是强颜欢笑罢了。悲戚，特悲戚。对，挺难过的。西院都收拾出来了，诸位就暂且落脚吧。哎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刘璋，诸位，请吧。哎呀，好。去跳房间了，也没人管我了，这就走。姑姑快走！哎，走慢点啊，待会儿帮我拿一下啊。沈娘子，林少爷，二位祖宗在上，后人冒犯，还请原谅。沈祖宗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的，谁知道就蒙中了呢？是啊，要是不这么说，林祖宗就把我们给杀了，实在是迫于无奈呀。但主要都是阿吉说的，他二主谋啊。你这孩子，二位祖宗，我们是真不知道，这位林祖宗入赘之前，他还有过婚约呀。这个事儿吧，最后还得是你们二位在地底下理论理论。又怎么了？你这是重点吗？忏悔都忏不明白呢。二位啊，我们会尽快找到回去的办法，结束这荒唐的一切。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见谅。真对不起，对不对不起，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祖宗，对不起。阿吉啊，你说你撒这么大个谎，会不会产生那种就蝴蝶效应啊？就因为改变了过去，它从而影响未来呀？那麻烦了，那不就没咱们了吗？是啊，那也没办法呀，不这么说的话，哪还有未来啊？现在就直接被砍没了。哎呦，
哎，大家过来过来！是不是？外边好像有人。果然啊，果然什么啊？ He stared at us as expected. 什么意思？我就听懂个黑。嘿，郎君，这家人呐，他们也不曾睡，聚在一处是嘀嘀咕咕的，也听不真切他们说的是什么。郎君打算接下来怎么对付他们呀？他们想方设法进云水院，自然不会安静待着，等他们先动。刘长，父母确实曾为我定下一门婚事，但是我依稀记得。 那家人姓郑，不是姓沈，你可有印象？虽然我打小就进了崔家，但一直都是在外院干些杂活，没听说过这些。你瞧瞧，我刚教会他坐四难车，就整日在院中做这些。阿姨阿娘，阿爷。 我会做这个了，让我瞧瞧。嚯，这做的这么精致啊！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这个四难车啊，在战时可做货运之用，但它能造出来也未必都是好事。咱们崔家战时要做良将，保家卫国，但还是盼着日日登如今日般天下太平。我们只用做好忠臣。 守护一方百姓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你娘跟你说。阿彻，其实今日阿爷阿娘为你定了一门亲事，你以后长大了可要好好待人家小娘子啊。为何要定亲事？娶妻有何用？他又不能给我造四难车。阿彻，因为阿爷阿娘不能陪你一辈子呀。 所以，也希望你能有自己的家人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大丈夫吗？大丈夫就要像你阿爷一样，对得住亲友妻儿，也无愧于天地百姓。查仔细了。 一个都不能放过！阿娘，小郎君，冷静，冷静。我的腿好像断了，走不了了。仔细搜。 一个活口都不能留下！小郎君，你要不还是丢下我吧？我只是个外院伺候的，崔家人却一直待我很好，总不能因为我让崔家最后一个人折在这里。闭嘴，刘长！往里面再找找。 想把人都引过来吗？还没到绝路，来，我背你。阿彻，你阿爷绝不会做那样的事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查明一切，还崔家清白。不过过去这么多年，郎君你的样貌已与少时大不相同。那这家人他们是怎么认出来的呀？这几日，你先好好盯着他们，
我也找机会探一探他们的底。为了让祖宗放松警惕，进而在云水院找到回家的办法，接下来我们全家就装作攀上新贵的穷亲戚，麻痹林燕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跟我去那有个洗手间，就是那茅房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茅房。你有病啊，沈公才！大早上我跟你去看茅房，你肯定都没用过这种。我你过来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说特别漂亮，你肯定见都没见过。来，你看，就这儿，这么干净，这手指还熏香。就是，而且你看这马桶底下，它还铺了一层层的细末，人家这细节做的，他不会溅。感受一下，一块。哎呀，这比现代化的设施好啊！我敢保证，我坐在这儿不会脚麻。连好马桶都没用过。你看看这多大的院子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不愧是咱们家少爷。那是，你看那还有水榭呢，这比咱们乡下的房子可好多了。就是。哎呀，好，咱这儿装碳酸都装了3圈，我腿都酸了。你就是缺乏运动，要不然咱给他们演一个相亲相爱，就这样，差不多行了。你推我干什么？小点声，人看着呢。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啊，就是看你轻点疼。哇！老爸，姑姑说这个牙粉里面放了生姜还有黄芪，是保护牙齿的。我还真是。哎呀，牙刷的毛好像用的是马鬃毛啊！驿站的卖艺的不是说只有做丝竹才能用马鬃毛，都怪咱们之前啊太穷了。用这个刷牙，多吃糖也不怕了。我要刷3次。那太没出息了啊！至少我自。谢谢。哎呦，少爷来了！快起来！少爷，你看我们在这儿待半天了，府上这厨子做菜是不是慢呢？到现在这主菜还没上，已经上齐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郎君呀，素来不喜在吃食上耗费心神。哦，诸位要是不惯的话，可自行离开呀。刘长，手里。哎，对，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叨扰了少爷，其实都行啊，客随主便。客随主便，伯父当真随和。譬如，今日晚辈并未向伯父伯母问安，换作寻常长辈，怕是早就遣人来问。不会，请安。晚辈礼数不周，现下补上，问伯父伯母安，恭请伯父伯母用膳。别，少爷别！哎呦，别！还来！少爷，不是这不行，这不行。伯父伯母，这不合理啊！不，没事。不，少爷啊，我们必须得这样，要不然，这我们该折寿了。对呀，不合适。伯父伯母是如何想的？怎会向在下一个晚辈躬身？啊，这，少爷见谅，堂京兆少爷向我阿姨阿娘行礼，他们受不起的。我们都是白身，还白吃白喝白住，怎么好意思再受少爷的礼啊？对呀，是啊，要行礼也应该是我们给少爷行礼啊。这是在家里，我只是晚辈，不是少爷，诸位不必与我讲究这些。哎呦，少爷太好了，咱今后啊这些礼数咱都不讲究了啊，咱吃饭吧。吃饭。哎，少爷坐。哎，坐。哎，少爷坐。哎呀，哎。
少尹别见怪，我们是从乡下来的，散漫惯了，吃饭是不大规矩。是。沈家与崔家定亲之后，似乎未曾往来。又试探我们，崔家的事爷也没说全，但听祖宗没啥口音，肯定是小时候就来了永安才能练出来的。这不是崔家后来就进京了吗？和老家人往来自然就少了。哦，那沈娘子可知道，崔家进京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家资质低微，配不上少尹家。我们猜测过几年多半是要退亲的，便不便打扰。后来就听说崔家出事了，也没敢打听具体情况。要不是线下实在困难，也实在不想来麻烦少尹的。所以，崔家进京之后，两家再无往来，你们也并不知晓崔家的情况。对。如今某也改了姓名，那诸位是如何找到某的？少尹，你忘了吗？就是那日呀，少尹进京上任巡查聚贤巷，碰巧遇到我们摆摊卖煎饼，我们就认出来了呀。是啊，虽然多年未见，但毕竟是亲家嘛。我这一看，这不是未来女婿吗？是，我也认出来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是他。某还要去上朝，诸位慢用。少尹慢走。慢走，少爷。爸爸，你怎么不站起来啊？太麻了，动不了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一大早起来，假装没见过世面，四处闲逛，实际上却在勘探云水院的地形。潜伏工作完成的很优秀。我真觉得茅房不错啊。我们要秉持着大胆分析、小心求证的风格，尝试在云水院中找到穿越回现代的法门。说得好。下面呢，我也斗胆发表一下建设性发言。要想弄清楚事实的真相，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穿越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据阿基同志反映，他是为了追一个男的，走到了这个回廊，通过回廊之后，来到了后门，打开了后门，就穿过去了。如果我们原路再走一回，是不是就能穿回去？有道理。
咱们穿越前待在一块儿的地方是祠堂，那是不是得回去那儿？哎呀，去过了。这个祠堂啊，就是现在这个小书房改的。我跟你爸早上去这附近转悠过，这个地方有专门的人看着，想要进去可不容易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还都不说话了呢？沈建设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建设性发言。啊，我觉得啊，这个祠堂啊，它老有人看着，如果我们一大家子过去吧，很容易被发现。如果咱们能够派一个人去，这样目标小，很有可能就能突破封锁。什么意思啊？我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去。公平起见，要不投票？来投票吧。行。妈，他们又在搞小动作，他们在贿赂作弊。同意沈韶光去的请举手。你看，3票，就你了。又是我，妈。阿介，这确实得你去，咱们家就你最聪明，脑子最灵活。你看看你爸和你哥，哪个能指望得上？是不是？啊，阿介，行吗？哎，都下去吧。是。糟了，郎君，我这突然想到了，这沈家人通过您的样貌认出来了，那这不就说明往后朝堂上还会有人觉察此事吗？进京这么久，难为你终于想到了。不必忧惧这些，我既回来了，就没打算将身份瞒到最后。我在文书中查到，这密文是火熏国使用的数字，对应的就是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。这竟然是数字啊！这是刻痕，寻到正确的数字对应刻痕就能开锁。9个数字，8个孔眼，一共是1000万种可能。1000万种可能，那就是根本没可能推得出吧？郎君，这1000万种可能可有点……安静。郎君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我刘长，就算此生不吃不喝，不娶妻，不生女儿，我也要把这1000万种可能一一试过，以报郎君。安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阿郎曾经教过郎君听音开锁呀。女儿保住了。我看我需要学的是如何治牙药。1、2、3、4、5，啊啊，3、4、5。这没人，我这运气，看守不擅离职守了。有人来了。之前祖宗的画像就在这里面。难怪100个剧都这么拍，原来古代的机关真是这样的。
这个锁是这里，那能送我们回去的时空隧道，会不会就在里面？88888。怎么没回去呢？但这就是那把锁呀，他是跟我们一起过来的，那猜测应该没错。这座祖宅就是连接过去未来的时空隧道，那我们一定能通过这里回家。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小心迷路了，不小心就走到了书房，又不小心来到了这个房间，不小心打开了这把锁，就进来了。不小心？这锁上是火熏国的数字，寻常人根本不认识。沈娘子有这等好本事，怎会是个不小心之人？我不知道你说的火熏国数字是什么，但是我就是认识这几个数字。我们以前是做生意开饭馆的，懂得不多，但是数字是最熟的。你看啊，8888888888，全是发，就是发财赚钱的好寓意。这个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太好猜了。郎君，就这么让他给跑不了。若非多方配合，当年的旧案绝无可能做得滴水不漏。崔家覆灭，与崔家有姻亲的沈家，又怎得保全？难道说，他们压根儿就是冒名顶替的？与郎君真正有婚约的另有其人。亦或是，与我有婚约的正是他们，但他们为求庇护，投靠了什么人？那他们许是旁人的暗中。怪不得，此女子竟然识得火熏国数字，我都不识。他们或许在西域受过训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他们抓回来，严刑拷打？狼环阁门上那把锁，确认是咱们穿越过来时沈氏故居后门上那把锁。那包的，那这把稳了啊！你现在东西都出现了，那雨水院绝对就是时空隧道啊，绝对的。不过现在林少爷已经多少对咱们有点怀疑了，我觉得这有点麻烦吧。不过他一个有编制的，应该也不能直接对咱们下脏手，应该还有缓冲时间。有道理，趁祖宗没反应过来，咱们赶紧溜之大吉。我觉得要不这样啊，咱们再把当天的那些细节再好好回忆一下，去沈氏故居那天还发生了什么？就比方说咱们摸过啥，说过啥，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。
也许咱们把当日的情形再复刻一遍，说不定就成了呢。哎，奶奶，我在穿越的时候没有写作业，是不是我永远都不写作业就能穿越回去啊？你这，奶奶看你就是不想写作业，是不是？刘长，天行念2年春，时得萧五郎，五郎才智都随身，故效此举，承此札记。这是阿爷的手记。对了，光彩，你那天穿越的时候，我记得你穿了个人字拖，你没有剪指甲。可是那天你尝试穿越的时候，你没有穿人字拖，你还是没有剪指甲。可拉倒吧，爸，这是跟他有关系吗？你人字拖脚指甲，有那么大能量吗？还左右穿越的事儿？那个，我再想想啊，我从我自身上找找原因啊。你干什么你？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当时不是在祠堂吗？啊，咱们不是一起祭拜了祖宗的画像，想要寻求保佑吗？对对对，那咱们这次会不会是再去祭拜一次真人就能回去了呢？等等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咱们这次能够祭拜真人，再把这次活动搞得更加隆重、更加庄严，那咱们就一定能穿回去。有道理。天行念3年，彻，身量稍长。天行念6年，是阿爷出世那一年。他早在3月26就已经发现有人在卖官，手甚至已经伸到了兵部。阿爷发现有人操作兵部人调，所以才会在5月把我和阿娘送回庆阳老家。他预感到自己查下去会出事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家人。谁知幕后主使把一切都栽在他头上。阿爷身死狱中，庆阳崔氏一族抄家。这份手札，即便呈堂也是无用。若想翻案，就必须找到更多证据。好像没回去。什么情况？咱回去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啊。阿七，你说这是你们在做什么？
沈娘子，请。少爷，昨晚的事真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昨夜，你们一家人潜入某的房间，意图谋害。没有，绝对不是，少爷误会了。误会？我们潜入少爷的房间，是为了给少爷祈福。祈福？祖父曾告诉我们一条法门：洗手焚香，供奉圣品，挥洒花瓣，向心中万分敬仰之人3鞠躬，就能为对方祈福。我们在少爷家蹭吃蹭住，实在过意不去，便举办了这场法会。是仪式，保佑少爷福星高照，长命百岁。其实，沈娘子并非是与某有婚约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那只密文锁根本就不是靠猜能猜中解法，沈娘子怎会知道密文是什么？不如坦白一点，你们到底在图谋些什么？说出来，也许某还可以帮你。少爷一定要这样欺负我吗？我就是在青阳，崔家小郎君是何等的正直端方，绝不会对落难亲友袖手旁观。我知少爷不义，就因情帮不上你，可还是想奢求一份情谊。可是少爷却想推翻我的身份，彻底撇下责任。原是我们不配，我们会自行离开。某在下，我并非此意，你别哭啊！看来这泪洒当场的戏码，在古代也是通用的。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儿时与沈家如何，我记不真切了，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我明白，少爷历经坎坷，难以信任他人。没关系，少爷以后有想问的尽管问，日久见人心，少爷一定会指导我们为人的。我
少爷要说什么？这么快就有问题要问啊？我是想问你，你想吃煎茶吗？啊，都不吃啊？哎，我说，这鞠躬祈福这种话他也能写，还真把咱们给放出来了。要我说，还得是咱们祖宗，血缘关系隔代亲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是吧？他根本就没信。那他为什么把咱们放出来了？对呀，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儿时与沈家如何，我记不真切了。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反正他没信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呢？就是。自从我们来到永安之后，犯的错误太多了，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，错误都在谁。对不起妈，我错了，我有责任。拜祖宗这事儿呢，确实是我提的，但我觉得这事儿他不能全都赖我吧。你要我说，我觉得这责任最大的，那就是阿基。怎么就赖上我了？怎么不赖你？撒一个谎，你用100个谎去圆，是你倒反天罡说你是祖宗的未婚妻，是不是？那没话说了吧？而且追究根源，我觉得更赖他。你说，要不是你拉着我们拍那个短视频，我们能来这儿吗？我现在还在家睡大头觉，我能来永安吗？这一点我是同意的。这跟我拍视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写的那个短视频的那个脚本，讲的不就是说我们一家子人穿越回古代给老祖宗做菜吃吗？对啊，做的那个叫什么？泉水羊肉。泉水羊肉。啊，姑姑写的脚本不就是穿越吗？哎，阿姐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那个脚本还写了什么？姑姑脚本里写了，我们一家人意外穿越到了古代，然后遇到了冷酷无情的大魔王祖宗，最后在月圆之夜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他，然后就回到了现代。仔细想想，目前的剧情好像真的跟我脚本写的大差不差哎。那这个事儿不就简单了吗？咱们就按照阿季的脚本继续演下去。月圆之夜做一盆泉水羊肉给祖宗吃啊，咱不就能回去了吗？哎，可是祖宗现在对咱们的怀疑越来越重了，咱们得想办法稳住他，不然等不到月圆，我们就被嘎了。这还怎么稳呢？难不成真让你突破底线和亲去啊？别瞎说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瞎说，等我们全都走了，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哎，家人们，那人嘛，一顿饭一顿饭喂下去，那感情就容易吃出来了。这祖宗天天吃的，跟牢饭似的。那咱给他做点好的，他吃高兴了，不就好说话了？郎君若不亲自确认当年崔氏案的卷宗，是不会安心的。照理来说，我应该跟你一起去，可是大理寺守备森严，我不敢去，那就只能叮嘱郎君万事小心。甚好。哎，郎君，没我保护，你可千万得小心啊！大晚上腌个肉而已，我怎么跟做贼似的呢？少爷，少爷晚上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认得出我？
电视剧果然撑不起我，果然真相信戴个口罩就是伪装了。少尹身形优越，举止高雅，无出其右，我当然认得出啊。深夜你鬼鬼祟祟的，要做甚？少尹这话说的，你看看你自己。我就说晚上喝粥吃馒头没吃饱，我想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啥，结果啥都没有了。少尹夜行是有要事吧？放心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这是在威胁我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在云水院有何目的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祖宗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从新种花家来的？带我去见他们。带你去见他们？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会乱套的！哎，我答应你回去，带你回去。这么轻易就答应带我去见他背后的人，是怕死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我有病啊！我答应带一个古人回现代，我疯了我！你那边的人是什么说法？我那边的人，不会是说我那些破亲戚吧？不对啊，他怎么啥都知道啊？但祖宗这么凶残，谁敢问？说，那边的人对我到底作何打算？他们对你能有什么打算？他们看到你都得吓死了。而且我们也想找到回去的办法呀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握。答应带你回去，也只是说尽力而为。况且，就算带你回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他们连我们都不见，半年都给我们聚了10几回了。我们家混得愈发稀巴烂，根本不受他们待见。所以，那边的人是放弃你们了。那留你们还有何用？你骂的也太狠了！选中你们，安排到此处，总该有缘由吧？这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啊！少爷，你放心，如果我们找到了办法，一定带你回去，好吗？他怎么会要跟我们回家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？他前段时间还以为咱们是他的冒牌亲戚呢，他怎么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？啊，我也很惊讶，我也希望是我误会了。您别说，真不愧是咱们的祖宗，神通广大，什么都知道。不是吧？这多一个人回去，这多一张嘴吃饭呢。你说咱们回去啥也没有，这养自己都费劲，怎么养得起他呀？那毕竟是咱们的祖宗啊！你说祖宗都开口了，咱们做后代的什么都不做，不合适。你倒是挺孝顺，等回去以后，咱们那饭馆都快倒闭了，你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你还有心思孝敬人家呢？你要想孝敬也行，毕竟是你们家祖宗嘛，你自己想办法养活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咱们先穿回去，然后呢，看能不能穿回来。如果真能穿回来，那咱就接祖宗。大概率咱是穿不回来的，因为这个穿梭它不可逆向，到时候咱穿不回来，就接不了祖宗，接不了祖宗，那祖宗也没法找咱们理论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怪不到咱头上呢。你们说呢？沈家背后的人都放弃他们了，却还是把他们派到这儿，那就说明他说不通呢。哎，郎君，要不干脆对沈家动个思想，拷问一下，什么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先前吓唬他们也就罢了，真的动私刑并不合适，这里不是地方。他京畿做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，拷问容易，
收场血难。哎，郎君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？他们派这5个蠢材来，是为了麻痹你。你的意思是，跟聪明人交手，大致能猜到对方的下一步；可对手是一群笨蛋，就根本无法预测对方的行动，反而能出奇制胜。对。哼，我发现你最近越发通透了。郎君也这么觉得？唉，我本想留着他们顺藤摸瓜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只是一部废弃，留不得了。昨夜未能在大理寺找到崔氏案卷宗，我今晚再去一次。到时，你负责处理沈家人。嗯。将一切埋葬在这儿吧。埋？不是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呀。我也不想害人呐，可是我得保护我们家郎君啊，我得好好保护他。阿哥，哎呀，你醒醒！你是……我这有点下不去手啊。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啊！哎呦！吸血了！这都血了！这些都是骗人的！根本就打不晕啊！爸！什么人？这厮违反宵禁，追！贡菜，你醒醒！贡菜，贡菜！什么情况？林燕，你别出声！求见少爷，我贼人向云雪院方向来了，我得要进去查看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求见少爷。叶行被发现了吧？少爷，做什么？我有办法救你啊！但你记住，这次你欠我的。抱歉啊，诸位，今夜是妾在外夜行，违反了宵禁。娘子，方才那个夜行人，我瞧着仿佛是个男子。夜这么深，郎君怕是看错了，那就是妾。妾是少尹的表妹，今夜少尹肚饿，少尹妈素来金贵的，妾只好出门，想是不是能撞上鬼事。抱歉啊，给诸位添麻烦了。娘子难道不知，违反宵禁是重罪？知道，但是少尹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不是，
我不知道，我说错了，我刚来永安不久，知不大道。少宇，啊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暗例夜巡，还遇上这桩事，表妹是因在下之故才会夜行，并非有意违令。她曾在乡间度日，夜禁本就不严，刚来永安也是不惯。况且，她一个小娘子，亦未能做出什么大事。就按律，以前相熟，承诺往后再不犯戒，可好？少颖都这么说了，那有劳，有劳。永安若没有诸位，恐不能如此安泰。我跟我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害你，你为何要杀了我们？你方才替我掩护，不过是你自己也怕身份暴露。堂堂京兆少尹，半夜鬼鬼祟祟出行，你的秘密用脚想都更严重吧？但我们是真的拿你当家人看的，我们还答应要带你回去，你知道这事有多难吗？这事儿当然难了，你们这批探子早已被背后的人彻底放弃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带我回去。什么探子？你以为我们是别人送到你身边的探子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有病啊！拿你现在让那群官兵回来验验，看我们是个啥？我跟我家人唯一的盘算就是能有个地方住，然后找到回老家的办法。你昨天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想着真的千难万难也要带你试试。结果你怀疑我们是探子，哪个探子会答应带你回老巢啊？你说。那你之前说你不知为何被安排来此，是何意？谁安排你来的？什么安排？林少爷，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？我们不想流落永安，结果却来了。我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人。那你为何能轻易打开那火寻国数字的密文锁？火寻国数字，少爷，呼汉通商，什么技术方法我们都得学点儿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锁就是我碰巧打开的。8888谐音发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难吗？拜托你下次有什么不知道的，当场就问，别事后编出一套什么狗屁火寻国探子的故事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姑娘，不是，还没熟。少爷，我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这兄长被人下药迷晕了，还能就地打鼾。我爸、我阿姨就会跟在我阿娘身后。我娘，我几岁大的侄女，我们谁看起来能跟你作对啊？刘长，哎，醒醒！刘长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啊，不是你那天，你两眼一眯，你看见远方，你出了一道沈家人，把一切都埋葬在这儿吧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的意思是把这个事情埋葬，不是把这家人埋葬。你找个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就好了？看管？我看明明是软禁吧。林燕，你知道我们今晚在做什么吗？我们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想感谢你。为了这顿饭，我昨晚还去厨房腌肉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倒好，你良心被狗吃了你！沈娘子，你闭嘴！哎，好嘞。是我误会了我们家郎君的意思，给诸位赔不是啊。
有你们这样误会的吗？你这一误会，差点把我们一家子活埋了。哼，是在下误会诸位了。你们不肯援诱是应当的，只是在下终归要说抱歉。郎君，各位别怪我们郎君，都是我的错，要罚要打要骂，我都忍。对不住伯父，哎呀，对不住伯母，哎呀呀呀，对不住哎呀呀呀呀，对不住沈娘子。行了，别搞这套，别搞这套啊！少爷，行，可以了，少爷，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我知道，可以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先起来。看来你们俩啊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那这件事儿就接过吧。不过林少爷，我们确实是有求于你，想借着你和我们家的关系在这暂住一段时间。我们绝对没有其他意图，也希望少爷不要再这样猜忌我们了。实在对不住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！算了，来，少爷，坐，不合适，听我的。来，坐呀，少爷。哎呀，吃，洋来，饿了半天了都。刘长，吃啊！这次好好吃。吃啊！好吃。多吃点吧，少爷，补脑子。哎。多谢沈娘子。少爷，我来洗。沈兄，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这点小事理应代劳。不是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再说你还是我租给我房子的人嘛，这不合适。不用，真我来，这不合适。不行，这不行。别谦让了，就让我兄长洗吧。麻烦少爷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去吧，我来。天，你帮我刷完了，我还不想折寿呢。这是青阳的小吃米豆腐，工序复杂，刚刚做好。知道少尹这些年很不容易，一定很怀念家乡的味道，就特意给你做了这道小吃。你差点把我们活埋了，我们还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啊？你要是很感动，你下次就别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抱歉。哎，你今晚夜行干嘛去了？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为好。懂。只有青阳人才知道如何做米豆腐。不一定，互联网人也知道。你们说想回家去，是想回青阳？哎，其实我们老家也不在青阳，是后来去青阳认识了你阿姨阿娘，反正就是很辗转，哪儿都混不下去，最后又来了永安。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回自己真正的家的。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会有办法的。不说了，你快吃吧，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米豆腐多是做咸口的，但是我爱吃甜口，所以给你做了甜的。
从前，我娘也喜欢做甜口的，10多年了，我都快记不起它的味道了。你这样说，我都要心软不生你气了。今日之事，确确实实是我错了，望你们宽宥。他和沈娘子认识之前，性格冷血，狠辣无情。这也没有爷爷说的那么狠。什么？我说你一个少尹还愿意认错，还愿意改，很难得。其实看你这样，我家里人早就不生气了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你相信沈家人了吗？赢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安然在啊，此局出仆，我不会赢得那么轻松，太无聊了。这都是阿爷第几次提起林燕了？我看，他才是阿爷的亲儿子。阿爷为他取名为燕，取名字都从了我们兄弟的偏旁，改名，让他认祖归宗算了。要是他真是我亲儿子，那还倒好了。你给安然送的信呢？阿爷下令，安敢不从？信估计这会儿就到了。郎君，郎君，这是赵王殿下从素水城写来的。那殿下不是说，自打郎君进京之后，得圣人亲眼，自当避嫌，理应减少这书信往来吗？恐怕是有什么要紧事吧。赵王殿下是要我设法接近福惠长公主，探听朝中动向。福惠长公主，就是那个驸马坠崖昏迷10余年，爱好广收近臣的那个长公主啊。是啊，不过赵王殿下为何忽然在意起朝中动向？殿下素来心系百姓，或许他就是想在意在意呢。哎，对了，昨夜我潜入大理寺，查看了当年崔家旧案的卷宗，证据做得很实。幕后主使若非在朝中根基深厚，做不到这般。那咱们不就有大麻烦了吗？郎君，我观你像是对殿下一直有所保留，就连咱们翻案这事儿，你都从未向他提及过。事到如今，郎君就不想向殿下求助一下吗？当年你我从崔家出逃，流落在外，是殿下施以援手，我们才活了下来。殿下对你我都有恩，我不想有朝一日牵连到殿下。阿爷手札中提到的萧五郎，恐怕就是长公主家的那位。长公主在朝中人脉广博，又是萧五郎之妻，接近她，定会有新线索。啊，对了，这沈家人呢，他们嫌弃咱们家厨房做菜太素，吃不惯，非要自己下厨。我说那哪行啊？他们一家子那么古怪，我再让他们进厨房啊，万一哪天在咱们饭菜里头下毒啊！沈娘子说的对，他们的确蠢笨，
无论如何也不至于选他们做探子。何况到如今，只有我伤他们，他们确实未曾有半点对不住我。那我还用盯着他们吗？不用。他们的米豆腐做得很正。往后厨房就随他们用吧，你也去多采买些食材回来。哦。哇，好香啊！肥瘦相间的小羊羔，小火慢炖足足1个时辰，汤清肉烂，香气四溢，这绝对称得上是一盆完美的泉水羊肉。完美是肯定没有那么完美了。为啥？但是我可以证明啊，这绝对是你们老爸能做得出来最好吃的泉水羊肉了。想要更好吃，绝对不可能了。哎呀，老婆你能不能偶尔也夸我一句？行了行了，快你们尝尝尝尝，都尝尝都尝尝。完美的完美的，老爸最棒。真的吗？来，奶奶给你加一个啊。来。所以我们只要在月圆的时候，用这盆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现在啦。大概率是这样，没错。但离月圆之夜还有好几天，要不我们趁着最后的时间搞钱怎么样？好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的金首饰还有泱泱的长命锁，不是都带过来了吗？那我们在这赚的钱换成金子，也能带回去了。绝对可以。这样，那咱们明天继续做煎饼果子，耶！今日下朝，礼部的人说起，福惠长公主今年仍要举办七夕诗会，宴请世子名流。若能借着诗会与长公主交友，倒不会显得刻意。是啊，我听闻长公主宴请一向随心，往年还请了那桂香酒楼的柳家，对商贾人家没有成见，可为什么偏偏就是不往咱们京兆府发帖子呢？阿爷不在后，连这几任京兆尹都做不长久，更无心与各处往来，想来与长公主府也就疏远了。哎，要不我直接替郎君去求一份得了。自行求帖，就显得有攀附之心了，也过于惹眼。结交贵戚是越自然越好。我再想想法子。煮茶的炉子呢？嗨，昨天大半夜的，沈家人管府上借了不少东西，说是比他们先前摆摊用的都好。郎君昨日不也交代过，书房以后就任他们取用。我一想，我就给他们了。我为崔家翻案，前途未卜。就算对外只说沈家是表亲，若有一日，也还是会牵连到他们。郎君的意思是，早日解除婚约，把他们送出永安。沈娘子对婚约倒并不执着，他们来云水院投奔，只是想让家人暂时有个容身之地。也说了，他们其实很想回老家去。那这不正好吗？当年崔家出事，沈家肯定也受到了牵连。沈娘子不提，我不能装作不知。即便要让他们走，我也该尽一份责任，保障他们往后的生活。那要不就给他们一笔钱？那反倒像是要赶他们走了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他们做生意不易，就多帮衬着。刘成，你辛苦你看着些，他们若需要什么，就都拨给他们。明白。已经全拿走了。煎茶用的平秤、炉子并炭火，还有盐，全借走了。还真客气。哎，鬼子啊，你说祖宗这东西它就是好，你看这炭火也不冒烟，哎，它还不熏人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永安城独一无二的煎饼果子，1钱1张。本朝独一家的煎饼果子重新上市啦，包君不后悔的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看一看呀，这就没有了。您看一看。不要。
就纳了闷儿，就这么短时间，他们就把我这煎饼果子给吃腻了？哎，你煎饼果子上，啊，真香呢！这里面有鸡蛋芝麻，果然是人间美味。爸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他们那煎饼果子从哪儿来的？煎饼果子，聚贤巷特供啊，一钱3张，难得一尝啊！甜口咸口我都有啊，都有。那边也卖煎饼果子，走。慢走啊，客官。一钱2张，这有均挑选。这是你的，这个吧？那好。哎，各位客官，咱们先看1钱3张，1钱3张。对，1钱3张，买张，没大梁，1钱3张啊，物美价廉。你看看，是咱家的煎饼果子吗？哎，他这么大的酒肆，抄咱们的，他要不要脸？怎么好意思？各位客官，别急。为了赚钱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他抄了咱们的了，价格又比咱们低，那要不然咱们也降价。那云来进货肯定比咱们便宜啊，搞价格战没优势。那没优势你。这些就是云来酒肆抄袭咱们做的煎饼果子，我把所有口味都买回来了，咱们尝尝看到底怎么样。来，洋洋。哎呀，是鱼排，好好吃。这味确实不错啊，这里面放有。其实仔细尝尝，味道也一般嘛，比咱们家还是略逊一筹。哎呀，不过这煎饼果子啊，本身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只要用点心，很快就能学了去。谁说这煎饼果子没技术含量？少爷，哎呦，少爷，这是全饼宴啊。哎，少爷，快，你坐，你坐。少爷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刘郎君，哎，来，你也尝一块。多谢伯母。不客气。这煎饼外边蛋皮软嫩，里头那个像馓子的东西却很脆香，好吃的紧呐。少爷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吃。可是今日出摊，卖的不好。不是，这些煎饼果都是云来酒肆做的，他是抄我们的，也没人管。少爷呀，这事儿你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青藤大老爷，不是就没有一条法律可以约束他们的吗？没事没事，少爷，我们应付得过来。再说了，这做生意要赚钱，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的。我们没事没事啊。